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爬爬雅电脑教室的频道。那我今天开了一个新的系列教学，就是大家很常用的 Excel 这套软体。那在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我会把 Excel 所有常用的功能，包含表格设计、数据分析、公式设定、图表、函数等功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介绍给大家。那观看本系列的影片也不需要任何的文书基础，我会尽可能以浅白的方式来介绍这些实用的功能。另外，这些教学影片都有附上中文字幕，因此有需要观看字幕的朋友可以直接开启 YouTube 的字幕功能哦。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Excel 的操作界面。Excel 的文件基本上都是由画面上这些小方格所组成，而这每一个方格我们一般称之为储存格。储存格可以用来输入资料或设定公式。此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储存格都如同地图上的坐标一样，都有一个特定的参照位置。参照位置会显示在界面的左上角。譬如这个格子的参照位置是 D5， 而这个格子的参照位置是 F7。好，那我们来试着建立一个简单的资料表格吧。我将滑鼠游标放置在 A1 的储存格，并且随便输入一个标题，例如 ABC 公司食品订单。你会发现这个标题文字超出了 A1 的储存格边界，不过我们可以待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输入好之后，我们可以按一下键盘的 Enter 键，那这样子选取的方框就会移动到下方的储存格。我们可以接着输入表格的栏位标题，像是订单号码。而这个栏位标题打好之后，我希望游标能够移动到右侧的储存格，来方便我输入下一个栏位的标题。这个时候我们要按的就不是 Enter 键咯，而是键盘的 Tab 键，那这样选取框就可以向右移动了。附带一提，如果你希望选取框能够向左移动的话，你可以点选键盘的 Shift 加 Tab 键。所以这样大家记住了吗？资料输入完毕之后，按 Tab 键可以将选取框移到右边， Shift 加 Tab 可以回到左边，按 Enter 键可以往下。事实上，你也可以直接使用键盘的上下左右的方向键来控制选取框的移动。那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来完成所有栏位标题的输入。OK， 当我们建立好这些标题之后，你一定会觉得这些标题文字看起来很拥挤，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宽度、高度的调整方式。在 Excel 内要调整单一栏宽列高非常简单，你只要直接去拖移标题栏位的间隔线，把栏位拉到你想要的高度和宽度就可以了。而这里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 Excel 可以配合栏位的文字长度来自动调整栏宽。例如我希望 F 栏的宽度要刚好配合总金额这3个字的宽度，我可以直接对着 F 和 G 栏的间隔线按2下滑鼠左键，栏宽就可以自动缩减。同样的道理，像 A1 栏位的文字超出了 A 栏的边界，那我只要对着 A 和 B 栏的间隔线，同样按2下滑鼠左键， A 栏的宽度就会自动加宽。不过像这种大标题，我们通常不会放在表格的角落，而是会放在整个表格的正中央。如果你对 Word 这套文书软体有点概念的话，你可能会想到置中对齐这个按钮。的确，我们可以使用滑鼠将标题栏位框选之后，按下置中按钮来将文字对齐于储存格的中央，但是这个操作并没有办法将大标题移动到我想要的位置。因此，在 Excel 表格设计中，我们常会使用到一个功能，叫做跨栏置中，也就是先将好几个储存格进行合并之后，再将标题文字放置在合并储存格的中间。而这个操作非常简单，你只要先框选打算合并的栏位，接着在上方的功能区点选跨栏置中就可以了。此外，如果你要解除跨栏置中的效果，也只需要再按一次同一个按钮就可以还原储存格。当然，我们也可以针对标题文字做一些简单的美化，譬如我可以略微放大文字，将文字套用粗体，变更储存格的背景颜色，变更文字色彩。当然，我们也可以变换标题的字型。Excel 甚至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设计范本供你快速套用，譬如我可以框选第2列的标题，并且点选储存格样式来套用我喜欢的设计。那有许多 Excel 初学者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多个栏位一次调整为相同的宽度。那我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将这些宽度不一致的栏位先框选起来，
接着把滑鼠游标移动到其中任意一个间隔线的位置来进行拖曳。而当你将滑鼠一放开之后，所有的栏位宽度就会变得一致了。而这个操作技巧也同样适用于列高的操作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 Excel 内填写数字或编号的技巧。我在订单号码的栏位下随便输入一个编号，譬如 T001， 并且按一下键盘的 Enter 键来跳到底下的栏位。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继续手动输入第二个编号 T002， 或者你可以用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就是直接将滑鼠游标移动到数字栏位的右下角。此时游标会变成一个黑色的小十字，然后你就可以按住滑鼠不放来向下拖曳， Excel 就可以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数列咯。而最有趣的是， Excel 还可以依据你所输入的一组数字来自动产生相同差距的数列。举个例子，如果我希望订单号码是以奇数的方式递增，像是 T001 之后为 T003， 再接着 T005 等等，那我可以在栏位内先输入好 T001 和 T003， 接着使用滑鼠同时框选这两个栏位，来让 Excel 判断这两个数字的差距，然后我们同样向下拖曳栏位右下角的控制点，就可以顺利产生奇数的递增数列了。至于日期的输入， Excel 同样有一些很实用的小技巧。而首先我会建议 Excel 的初学者在输入日期时，能够遵照 Excel 所能够辨识的日期格式，也就是使用斜线来隔开年月日，而不要使用其他的符号，像是逗点、小数点或使用国字等。使用 Excel 的日期格式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日期可以配合时间函数的计算，同时也可以进行日期格式的切换。那我以变换日期格式为例，如果我希望将日期的显示改由国字或英文显示的话，我可以在栏位中点选滑鼠右键，并且执行储存格式，接着在对话框的左侧点选日期的类别，如此我们就可以在右侧的栏位中挑选想要的日期格式。设定好之后，按下底端的确定按钮。那这里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栏位内的资料突然全部变成井字符号，而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栏位内的文字过长，超越了栏位本身的宽度，才导致如此的情形。解决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要将滑鼠移动到栏位上方的标题间隔线，并且按2下滑鼠左键来自动调整栏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这里我介绍一个很实用的快速键，就是如果你需要在栏位中输入今天日期的话，你可以直接按下键盘的 Ctrl 加分号，再按下 Enter 键就 OK 咯。此外，日期也可以像一般的数值一样，可以借由拖移栏位右下角的控制点来自动填满其他的日期。甚至在旁边这个小按钮内，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填满选项，像是以月填满、以年填满等等。那我这边恢复为以数列填满，并且复制出所有的日期栏位。同时我利用先前的储存格式的指令来统一日期格式。那接下来我打算在产品栏位中输入一些资料，另外也跟大家介绍一个方便的小功能。我先把上面的功能区暂时隐藏，来增加一些表格的空间。那当你在建立资料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资料是带有重复性质的，譬如说我现在要输入的名称刚好是茶叶、芝麻、玉米的其中一个，那我可以在栏位中直接按下滑鼠右键，并且点选从下拉式清单挑选，这样就可以从弹出的选单中选择你要的项目，省下一些资料的输入时间。OK， 完成的产品栏位之后，我又花了一些时间来输入了产品的单价和数量。那最后我们来设定一个简单的 Excel 公式。我们以6月1号的总金额为例，如果这里是使用传统的计算机，那大家应该都会直接按45乘上30，然后按一个等于按钮就可以算出答案了。而 Excel 的公式跟这条算式非常接近，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们要将等于符号改放到数值的最前面。此外，我们还要将单价和数量这两个数值更换成它们所在的参照位置，也就是将单价栏位的45更换为 D3， 将数量栏位的30更换为 E3。这样子我们待会才能见识到 Excel 的神奇计算能力。那也许刚才的说明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复杂，但实际上输入时非常简单。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我首先点选总金额底下的第一个空白栏位，
也就是 F3 这个储存格。接下来按一下键盘的等于符号，代表我们预备要建立公式。那这里其实我们不需要使用键盘输入任何参照位置，只要直接使用滑鼠点选我们要计算的单价栏位， Excel 就会自动带入它的参照位置了。接着我们按一下键盘的乘号，也就是数字键盘的星号，再点选数量栏位，最后我们按下 Enter 键，就完成这个公式的建立咯。那这里我们要记住一点，当我们在表格中建立公式之后，基本上表格就会直接显示公式所计算出来的答案。如果你要修改公式，你可以点选储存格之后，在上方的资料编辑列来进行公式修改，或者你也可以对着要编辑的栏位按2下滑鼠左键来编辑储存格内的公式。而 Excel 的公式就如同文字一般，可以进行复制贴上，而这个特性也是 Excel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妨试试看，针对 F3 这个栏位点选滑鼠右键复制，再点选底下的 F4 栏位来执行滑鼠右键贴上。那你会发现这里非常有趣， Excel 并不是直接将1350这个金额复制到底下的储存格，而是将这个栏位的公式复制了下来。而且更重要的是， Excel 也不是呆呆的使用原本的 D3 乘 E3 的公式，而是很聪明的配合栏位的移动，自动将公式修正为 D4 乘 E4。那底下的栏位我们也不需要逐一进行复制贴上，我们可以参考先前复制数列和日期的方法，直接向下拖移储存格右下角的控制点，就可以一次完成所有的栏位计算。最后我把所有的单价栏位框选起来，并且点选上面的格式下拉选单，套用货币符号。如果你不需要多余的小数位数，你可以点选减少小数位数按钮来移除这些小数。至于总金额栏位也可以套用相同的货币格式，因此我们可以在单价栏位还是选取的时候，点选左上角的复制格式按钮，接着再使用滑鼠框选总金额的栏位，这样子就可以将货币格式复制过去了。OK， 那以上就是今天 Excel 的入门介绍，希望对于初学 Excel 的朋友们有些帮助。那我们就下回再见，拜拜。